如果没有发生这次撞击事件，康涅狄格号可能会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前去侦察中国的三沙的军事设施和海南岛的军事设施，甚至可能潜入台湾的西南方向，侦察大陆的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情况。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命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海狼在南海不管撞了啥都是美国海军自找的。10月2号的下午美国海狼级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在中国南海秘密潜航的时候撞上了一个物体，潜艇本身和11名水兵受伤。这是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搞自由航行行动以来第一次发生意外。美国呢一共只有3艘海狼级核潜艇，服役至今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仍然是美国攻击型核潜艇中速度最快、火力最强大的一种型号。美国海军之所以后来不再建造海狼级，而去建造性能比较差的弗吉尼亚级，原因是海狼级核潜艇实在是太贵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海狼级的造价就超过了30亿美元，折合今天的市值差不多要85亿美元一艘，都快要赶上半艘福特级航空母舰了。为了体现美国所谓的大国竞争意志，2021年上半年，美国海军把3艘海狼级核潜艇全部部署在西太平洋方向，用来保持对华威慑态势。由于它的行踪诡秘这3艘海狼平时都猫在哪里没有人掌握，直到这一次撞击，人们才知道这几艘海狼早就在南海活动了。潜艇意外相撞确实不值得惊奇，潜艇在水下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很有限。一般来说，潜艇在水下航行要避免意外碰撞有几种方法，一是按照规定的海下地形图来航行，避免撞到海底的山脉或者是石油钻井平台。另一种呢，就是保持在安全的深度，尽量的避免和其他的船只相撞。如果被迫在非常复杂的水域航行，那就要打开船上的主动声呐，像蝙蝠那样的探测前面有什么东西。但是这种方式呢，要主动的发出声波，会被对方探测到，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如果康涅狄格号进入南海，在西沙群岛附近活动，那么一般来说肯定是要关闭主动声呐的，因为它执行的是秘密潜入的任务。南海地区呢，气候炎热，生态系统比较发达，整个南海水面和水下的不明物体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核潜艇关着声呐鬼鬼祟祟的航行，那就像走夜路的瞎子一样撞上什么都不让人奇怪。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想要给美国的核潜艇创造点什么惊喜，那条件也是具备的。南海是中国的管辖海域，虽然有很多的国家对中国的南海提出了非法的主权要求，但是中国方面呢，并没有因此而把南海军事化，而是竭尽全力的保证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反倒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的在南海惹是生非，严重的破坏了南海的安全与稳定。至于这次撞击的严重程度，我认为是很有限的仅仅是11个人受轻伤而已吧。要知道，在上一次旧金山级撞击海底山脉的事件当中，不但核潜艇严重受损，还造成了几名水兵的死亡，而这次康涅狄格号上面不过是只有11个人受伤。这次撞击的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根据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撞击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康涅狄格号立刻浮出水面，垂头丧气的返航了，位置大概在西沙群岛或东沙群岛或中沙群岛连线的偏南的位置。如果没有发生这次撞击事件，康涅狄格号可能会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前去侦察中国的三沙的军事设施和海南岛的军事设施，甚至可能潜入台湾的西南方向，侦察大陆的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情况。应该说，这次美国提出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概念之后，第一次在南海内部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对美国核潜艇后续的任务执行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门呢已经明确的要求美国把撞击事件的细节完完整整的公布出来，供中国方面调查之用。当然了，美国海军一定不会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去做，哪怕这其中没有什么军事机密，他们也丢不起这个人呢。康涅狄格号回到港口之后，美国海军应该会把它拖进干船坞，然后派出专家检查撞击部位，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有人特意要给美国海军一点颜色看，那么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尴尬。这说明对手已经有能力紧紧追踪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攻击性核潜艇，而且还能用非常巧妙的办法来向美国人提出警告。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可以想象，从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司令到美国总统拜登，恐怕脸上都会非常非常的难看。话说回来，不管撞上什么，都是美国海军自找的。你跑到别人家门口来生事儿，头破血流是活该呀。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